在西川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各方家族势力盘根错节，其中子川与北族连年征战，势均力敌。幼时身为孤儿的子川秀被子川家族军长子川远兴收养，与家族继承人子川宁结下青梅竹马之缘，也与书律司司长地林、地术军统领司义林结为兄弟，三人誓要共同守护子川的安宁。被发配到远州前线一待多年的子川秀，立下赫赫战功后重返帝都，却发现家族早已危机四伏，内有杨明华野心勃勃、图谋不轨，外有北族骚乱边境，蠢蠢欲动。子川秀联合地林与司义林，共同解决了杨明华的叛乱，成功守护住帝都，却一时难以阻拦边境硝烟再起。杨明华的下属大将雷洪与北族人勾结，正是向子川发起猛攻侵略，并已拿下子川最后一道屏障——帕义城。子川秀与司义林奔赴帕义，巧夺城池，并重伤敌方大将，让北族遭受重创。然而，北族却再次派出雷洪率领大军攻略帕义，城内粮食短缺，伤亡惨重。子川秀、司义林只能率寥寥士兵做困兽之斗。此时，守卫都城的地林奉命领兵奔赴帕义，三兄弟终于聚首，决心共同浴血奋战，捍卫子川。你这是去自投罗网！你刚才不是还说他们的行为非常愚蠢吗？没错，他们两个就是愚蠢至极的笨蛋，我是第三个笨蛋。小姐，有一位官员求见，之前好像没见过，有点眼生，不会是什么新晋官员想要巴结小姐吧？好像叫马维，我去请他离开吧。啊，什么新晋官员？他是三省台最年轻的参事。我先后派多人前往远州搜寻秀大人行踪，原本一直无果，可就在昨日，我的人已经找到了秀子营营地。等我们到达营地时，也空无一人，未曾发现秀大人。但经过勘察，整个营地并未遭受过攻击，显然是士兵们有秩序的撤离。依我推测，秀大人离开时仍平安无虞。秀大人既然已经平安离开营地，说不定已经在带兵回来的路上了。您殿下，这是好消息啊！那家伙看上去跑得比谁都快，但是他一定不会留下司义林独自离开。他应该是知道了什么消息，所以离开营地前去支援。那司义林大人得到秀大人的帮助，也定会如虎添翼。只是这次北族兵力众多，只恐怕他二人合力也无法与之抗衡。不过，如果他们兄弟二人真的在一起的话，倒是可以互相支持。前线战事打响，消息必会传回帝都，而现在并无任何消息，就说明至少他们暂时是安全的。请殿下放心，我会继续替您搜寻秀大人和司义林大人的行踪，如果有消息，必将及时相告。那就先谢过马维大人了。看来
军长大人多虑了。怎么了？军长大人担心这样的消息会让殿下更加担忧。只是我此前答应了殿下，又不能说谎，只能告知实情。没想到殿下并未乱了阵脚。这都是被紫川秀那个家伙给锻炼出来了。他之前去远州7年，3天2头，不是他在沙漠里走失，就是整支军队陷入鏖战。这次有司义林在一起，我反而还放心一些。您殿下对秀大人果然是情真意切。怎么？恐殿下担忧，我特意安排了散心之所。如今看来，我是杞人忧天了。罢了，还是改日再请殿下前往。我先告辞了。如若有前线进一步消息，我必将第一时间告知您殿下。马嵬大人留步。不知道马嵬大人已经做了怎样的安排？觅得几匹良马，本想请殿下一同试马，但如若今日殿下不便，我曾经也有一匹爱马，后来走丢了。走吧。请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来过这儿？您殿下，其实小时候我们曾经见过，就在这儿。当年你随军长大人来的时候，这条路美则美矣，就是日光太毒，晃得眼睛疼。要是有一路阴凉，走过肯定舒服。后来我便恳请父亲，在道路两旁植了这些树木，炎炎烈日下也会觉得阴凉舒适。只是没想到，多年之后，竟真有机会要你再来此地。那只是我年幼时的无心之言，没想到你都还记得。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好像我还从这个山石上面滚了下来，有个小男孩扶了我，不会也是马嵬大人你吧？我们年龄相当，殿下不用那么客气，叫我马嵬就好。哎，殿下，要不骑上马歇歇脚？那你呢？甘当您殿下马夫。来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我跟秀哥哥也很爱骑马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还让他教我呢，结果他怎么都不愿意。哎，结果后来我跟他比试，我还赢了他呢。修大人可真是体贴您殿下，他故意输给你，定是为了让你欢心。是。我那个时候总觉得我能赢他都是因为我比他厉害，结果后来我发现啊，原来都是他让着我。等修大人回来，我也要找机会跟他比试比试。怎么了？你们知道吗？咱们秀子营跟地柱军的粮食加在一起，总共不到10天余粮了。要是咱们再被困在这儿，咱们都得饿死啊！那我就不信了。那些北族士兵能把这么大帕一城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出口都没有？是啊，只要找到出口就能逃命啊！对嘛？你们想做逃兵啊？谁要逃跑了？你好好想想，现在大人们为了想办法忙的是团团转。要是咱们能够先找到出口，
再搞点粮食回来，这岂不是立了大功了？到时候啊，不仅能得到奖励，也许秀大人还能赏咱们个副旗领当呢。有把握吗？我都跟放哨的兄弟们打听好了，东城门外的工事已经有所损坏，他定是此前北族士兵偷工减料，而且最近也没有发现北族的行迹，正是好时机。最重要的是，茂才，东城门外多山林呐，这个季节就好像伙房一样，遍地野味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帕邑城东门出现了逃兵，他们打伤了放哨的兄弟们，已经逃出城了。哪支部队的？是袖子营的人。大自然的味道啊！小点声，再把狼招来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就这么出来了。哎，不但没有人追，连个北族人影都没有啊！就说嘛，这北族士兵怎么可能把那么大个帕邑城围得水泄不通？就算他是围得水泄不通，就凭咱们哥俩本事，什么事儿能难得住我们？进马，保持警惕。老大，别废话，赶紧跟我回去，小心有埋伏。老大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北族士兵，我们已经找到出路了。你们擅自出城，还被地戍军兄弟当成逃兵，秀川大人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找你们的，万一一不小心，大家都要完蛋，还不快走！我们不是想逃啊，你这困在城里就是等死啊，你倒不如出来寻条出路啊！你们当北族人是傻子吗？那么大的窟窿，他们看不见吗？报告将军，敌人上钩了。这个时候的山林，对几乎已经快饥不择食的他们来说，太有诱惑力了。你们相信我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出城。我们不仅要出城，还要为死去的兄弟讨回血债，把北族赶回老家。老大，能赢吗？别忘了，是谁带你们发家致富的，让你们从穷光蛋变成了有钱人。我拿我的人格担保，你们信吗？老大，你什么时候有人格这种东西了？哎，你有埋伏，快往城门方向撤！走，跑！停！老大，我趁乱抓了只兔子，回去啊，正好给兄弟们开开荤。
白川，掩护我！你起来！老大，对不起。闭嘴！对，准备，队长，坚持一下，罗杰就在前面接应咱们了。属下延误战机，还请将军责罚。东城门外设套，不仅在于抓鱼，也在于放鱼，好让他们知道难以突围出城，从而击溃他们的心理。这样，他们便会自乱阵脚。怕邑城内的粮草有限，他们怕是撑不了几日了。只是这紫川中的将领，不仅身手了得，而且足智多谋，反应迅速。除非紫川放弃他们，否则此战艰难。吩咐下去，封锁消息，再派几队人马沿路巡防，如遇紫川官兵，立刻绞杀，以防支援。属下明白。来，喝口水。兄弟啊，幸好你命大，要不然现在我就是给你烧纸钱了。我倒是希望能伤得再重点，这样说不定秀大人就不会再惩罚我了。我的遍地野味儿，我的大伙房。大哥，秀川大人来了，快！信念感啊！靠你了！阿泽啊，我的好兄弟啊！茂才，他醒来了吗？估计是死了。死了？醒不过来就可惜了。唉，看来我这只野味儿啊，他也是吃不了吧？我只能跟司义林一块分享。大人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阿泽，你怎么醒了？这个野味儿啊，它不适合。我还是派人给他熬碗粥吧。大人，我身子虚，我得补补。对，补。对。秀子营茂才，秀子营阿泽，秀才，也就算了。你们两个演技一点都没进步。昨天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们两个算账。你们俩差点落入别人的圈套，成为别人的猎物，就像这个跟了我那么久，脑子一点没长进吗？那个明明就是别人给你们设的圈套啊！大人，都怪我们一意孤行，目光短浅，还差点连累了你，请大人责罚。行吧，那就罚你们3天不许吃饭。啊！别介，你不如一箭射死我们算了。那倒是简单了，便宜了你。那。
大人，我阿泽不是一个虚假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了。整个远州，哦不，是整个西川大陆，我只认你一个老大。大人，又有兄弟们饿昏了，并且大家听说茂才和阿泽从东门突袭失败，现在觉得这个帕邑更加无路可逃，并且情绪都有些失控，尤其是百姓。阿泽，茂才，拍马屁的话可以不说，但是事儿你们得帮我办了。老大，什么事儿啊？哼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所剩的粮食不多了。那个北族就是要把我们困在帕邑城内，断掉我们的粮食，这样帕邑城就不攻自破了。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对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没错，是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说得好。所以现在我要教你们一门我毕生所学中其中的一门绝密武功，叫做食气大法。练就了这门功夫，不仅可以在3天内不觉得饥饿，杀敌如入无人之境。大人，这么厉害的功夫，怎么不早点教我们呀？练此武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轻易教你们的。如果让你们饿上7天7夜，你愿意吗？我们愿意啊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。大人，请赐教吧。好。吸。咽。再吸。再咽。大人，这不就是喘气儿吗？什么喘气儿？大人那叫深呼吸，这叫食气，吸收天地之精华，万物之灵气，这样方才能补充元气。几天不吃东西，也不会觉得饿。头儿，你这好好使吧。罗杰，你上来试一试。跟着我做。吸气，咽。羊肉味的，你那是几天没洗澡了吧？啊，有点意思吧？罗杰，带着下去练吧。我，哎，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各自训练啊，认真训练。云千雪这个家伙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扰乱军心，让我们自乱阵脚。这个食气大法虽然是我瞎编的，但是至少也能给他们坚持下去的希望。咱们兄弟们都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城里的百姓也快坚持不住了，有的都已经逃出城。我打算开仓放粮。我支持你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军民一心。就怕坚持不了多久啊！大人，北族的运粮队还有几支巡查小队都被我们控制了。居民俘虏所说，现在帕邑城中
确实有很大的战势，那说明司义林确实在帕邑。大人，俘虏众多，如何处置？用他们的鲜血祭奠数万紫川战士的亡灵，把他们的头给我割下来，丢进灰水河。是。让他们知道，是大人来了。加快脚步，继续前进。是。出发。走。今夜大风，火借风势，乃攻城的最佳时机。传我令，准备攻城。是。报！出什么事了？慌成这样！殿下，我军有一支运粮队和几支巡防队全部被诛杀，死状惨烈，所有人的头颅都被割下，丢进灰水河了。紫川惊人！帝林来了。这帝林怎么可能突然出现？这么快到了帕邑？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敌人一路见人杀人，见村屠村，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士兵提前给我们消息啊！这南城夹击之势啊，也难以对我营地的后方造成威胁。如此薄弱的支援，究竟是何战术？先别管是何战术，这个帝林，他就是咱们的死敌。若他是来支援司义林的，对咱们非常不利。而且他这次来的时机，也颇值得玩味。传我令，攻城暂缓。是。这场仗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他与城内取得联系，找到可乘之机。大人，这一侧就是北族将军云千雪所带的羽林大军了，而这边就是司义林大人所处的帕邑城。北族将领多数狂野，唯有云千雪办事严谨，一个简单的围城攻势都被他见得可进可退，甚至可以随时加装引火装置。如今帕邑被围得像铁桶一样，里面的人插翅也难飞。严谨。今日会有大风，火借风势是最佳时机。如果我们晚来一个时辰，想进帕邑就无力回天了。那大人，我们接下来是偷袭敌营，还是跟着帕邑一起夹击？敌我差距太大，主动出击就是以卵击石，绝不可冒进。那万一他们回过头来攻打我们，我们岂不是……我了解云千雪，他的优势是严谨，但也是他的劣势就是太过严谨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够犹豫的再久一些，我们也需要时间。这是救吗？他们是来等死人的。战事频起，死者众多。此番两族交握，众多人尸骨无存，战死却不被记得幸免。乱世之上，唯有他们在见证和祭奠。大人心里到底是宽厚的？非我仁慈宽厚，而是天下黎民百姓，唯有和平方可乐业。战场刽子手到了，到时候总攻之时，又是一场恶战。到时候，又会有更多的北族和紫川的官兵死去，人欲不减，征伐不断，两族的消耗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地戍军还有袖子营，奉家族之命东讨北族。
这一路上经历了太多，现在帕邑城外有北族虎视眈眈，帕邑城内我们粮草不足。我知道大家很辛苦，我也知道大家很饿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一下。各位，著名的战术学家左家明王曾经说过，打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坚持，坚持，还是坚持，坚持就能胜利。为了大伙儿能更好的坚持下去，我们专门准备了能够强身健体、补充体力、香甜又美味的食物。去吧。来，后面的人，真香！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龙哥大人，来一碗。先给我打一碗。好，快点！来，下一个，到了。吃一口吧。我不想吃。大人，大人，我知道你不想吃，你当我想吗？众多兄弟都在，你得做个表率。好吃。再来一碗。哎，对。怎样？是咸的，是盐的味道。自从进了帕邑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盐的味道。兄弟们，都给我吃着喝着。有盐，还有肉，都是补充体力的东西，大伙儿都吃点儿。二哥，别这么沮丧，这不是你子川之虎该有的样子啊！我要真是子川之虎啊，我宁愿削骨剥肉，分给他们吃。曾经我在横川的时候，我也亲手杀死了一匹跟了我5年的战马。是我们无能啊！二哥，我说假如马是我们的主人，他们在帕邑城艰难的守城，你会怎么办？还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吗？削骨剥肉。是我小瞧我们的战马了，他们都是英雄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二哥，现在如此局面，想要破局，恐怕只有鱼死网破。我打赌，你肯定想不到更好的计划。没错，确实不是什么好办法。我率5000骑兵去跟云千雪对战，这时会撕开一道裂缝，
你和你的袖子营带着百姓离开。二哥，那你与那5000士兵将必死无疑。这是我想到的最好办法了。一定，但不是最好。是啊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一定会来的。他一定不会弃我们于不顾的。兄弟请身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光头王的厉害。老大，老大，大哥，你今天来的可是有点迟啊，我们都被欺负了半天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大哥哪次不是及时出现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说这些？你们俩能不能少给我惹这些事儿？你问阿秀，还不是二哥这个笨蛋，一点就着。你也是个笨蛋，他上你就上，那你呢？认识你们俩，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笨蛋。如果大哥知道我们在帕邑城的近况，他一定会赶来。可这帕邑城外全是北族士兵，他如何进来啊？这不是远州无他。于他而言，都很简单。大人，哨兵来报，北族营地有大量北族士兵增援，全军戒备。是。二哥，你还记得我们收缴了几件北族士兵的军服？去，把所有缴获的北族军服交给阿秀。是。出入敌方阵营，安全最重要。放心吧，二哥，偷东西、逃跑什么的，我最在行了。日柔，我可太想你了，我把你带回家好不好？好。哎。哎，怎么还在这愣着？快走啊！先前也没听说神皇陛下要来啊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嗨，想必是神皇陛下想亲自督战，一举攻破淄川。不是我说，这云将军未免也太保守了。要是给我这么多兵的话，我早就把3个帕邑打下来了。你小点声吧，走。云清，父皇此番前来，怕是要责怪咱们进贡不力了。但我看你眼中，怎么还有些期许之色？回殿下，我军之所以和淄川军形成僵局，皆是因为帝陵的牵制，耗费了我军兵力。眼下神皇大人率兵前来，僵局可破，我怎能不期许呢？你呀，一心只知打仗，一点不懂政局。这父皇来了，你我的功劳还能留着吗？神皇驾到！这帕邑城，你们打算何时攻下？你们可知这帕邑城对我北族的意义重大？臣知道。如今战局如何？帕邑城被围困多日，早已弹尽粮绝。我们本应在3日前将其攻下，
但帝陵一部突然出现，我们不得不分兵应对，故而拖延了总攻的时间。帝陵有那么可怕吗？不足挂齿。只不过云清行军向来谨慎，不想让将士们做无谓的牺牲。是，但臣曾与其交过手，此人手段狠辣，战术精湛，绝不容小觑。云清，你这便有些长他人气焰了吧？恕属下冒昧。单从帝陵行军布置和巡防安排，并足以看出，此人十分擅长行兵打仗，思路周全，我军能有云清，大幸。看来，这也是你之幸事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云清留步。云清，有何问题尽管问。神皇圣明，请问此次神皇亲征，率了多少援兵？算不得援兵，只带了我的10万禁军，足矣。那么，我也有一个小问题：何时才能攻下帕邑？明日，我定全力攻下帕邑，取司义陵的项上人头。二哥，你快吃点吧，特别好吃。你去了敌方阵营，就只带了吃的回来？大战将至，什么时候？明天。那就按之前说的，我去突围。到时候，你带着大家撤离。如果说是北族普通将领，那倒还有希望。但是敌方阵营，除了大将云浅雪，还有赛戎神皇亲自压阵。那就按说好的，我去突围。到时候，你带着大家撤离。如果说是北族普通将领，那倒还有希望，但是敌方阵营，除了大将云浅雪，还有赛戎神皇亲自压阵。赛戎神皇，罢了，能跟你一起上战场。就算身首异处，我也值了。呸！太不吉利了，我还要活到99岁呢。哼！二哥，大战将至，你是否在想北族卡丹公主？是啊，但是我现在身在战场，明天对阵的又是他的父亲。放心吧，你现在既伤不了赛戎神皇，他也伤不了你。你们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见的。还会见吗？那你呢？你想谁呀？我？我想的人可多了去了，什么小花啊、
小朵啊，小丽啊，小芳，哎，总之我想的人太多了。哎，到死你这脑袋都没一些正经东西。神皇10万大军支援，这帕一城可谓已经水泄不通了。你有几成胜算？8成。只有8成？神皇驾临，大振军威，此时气势最盛，确是攻城最佳时机。那还为何只有8成？帝陵，这帝陵常常让我难以安心。这区区帝陵，兵不过数万。我看让你顾忌的是我这哥哥和鲁地吧？殿下果然是云浅雪的知己。如今卡顿王子和鲁地一直在隔岸观火，此战我只能胜不能败。只有拿下帕伊，他们才不再是殿下的威胁。只是这帝陵，它能飞不成？此时的帕伊可是插翅难逃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兽皮和石之水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按照司义林他们入驻帕伊的时间，粮草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耗尽。现在别说是云千雪，随便来个蠢货都能把他们拿下。大人，我们跟帕伊隔着一大段距离，况且中间还隔着数十万的北族士兵，想要把情报和粮草运进去，恐怕难如登天啊！登天？难吗？您的意思是用战损运粮？可一支战损它运不了多少粮啊！1支2支不够，1两100支还不够吗？我们带来所有的战损都得……大人，那帕伊城里被围的是我兄弟。北族大军已经开始集结了。今日便是尔等建功立业之时，神皇大业，在此一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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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们看北族的部队上面是什么？是乌云吗？是大哥，这每一支战损都价值不菲，算得上是大哥最值钱的宝贝了。大人，所有战损已携带好粮草，奔赴帕伊。弓箭步准备，放箭！
大哥也不给我们留个字条什么的。估计是看咱俩死守帕一城，表示无语吧。你看什么呢？你在看什么，我就在看什么。两位大人，大战在即，要不要先果腹充饥，做战事准备？没时间吃，来不及吃。你们只是在看天而已。我们现在做的是事关生死，如果不坚持的话，就会全军覆没。能让两位大人都覆没，难道？他来了，都闪开！小心！飞太慢了，大哥，大笨蛋，你怎么还受伤了？小事，你们俩才是笨蛋，被人围了这么久。被围困竟然还聚在一起，明明就是三个笨蛋。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听我号令！要进攻吗？现在他们士气正盛，吃亏的是咱们，必须得打。等他们休整完毕，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好，听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！全军出击！今天咱们三兄弟，请北族好好喝一壶。值吗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不准退，都不准退，全力进攻！送你一个。分间压满山遍野的火焰，为自由而chiến。
你小子怎么手软了？二哥，你才手软呢！不服就比比谁的刀更快。别废话了，战场杀敌，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像火焰，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在最黑暗的夜。像火焰，不要红叶，我们什么不言。大哥，你为了救我们，花了那么大代价。这个舒律斯啊，一年要花好几万丝币，去养这几百只战损。经过这一役啊，损伤惨重啊，损失过半。我就知道，大哥你对我最好了，还是大哥心疼我。别贫了啊！哎，二哥我没事儿。哎，去。啊，对了，大哥，那个，你那个翅膀太帅了。虽然已经折了，但是我觉得修补一下还是能用。要不，你把它送我吧，我也想在天上飞一飞。我说你无事献殷勤，你小子还想扒我皮呢？啊，你不是搞了什么致富堂赚了好多钱吗？赶紧把钱交出来。没问题啊，只要你把翅膀送了我，我一出去就把钱给你。以我对你的了解啊，你能这么说，就是没什么钱了。你什么你啊？有钱吗你？我有钱。大哥，反正我是没钱了，地树军已经弹尽粮绝了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从来就没钱。但是呢，能让地树军的兄弟记我地灵一个人情，够了。哎，二哥，现在咱们三兄弟也算是聚齐了，粮草也暂时够，但是北族兵力强盛，想要正面突围，恐怕有点难。而且这云浅雪，以我们对他的了解，他会不断的攻城，不断的消耗我们。我如今带来的粮草只能解一时之需，并不能扭转局势。如果北族现在强攻的话，就算我们三人联手，也未必有迎战的底气。现在靠我们自己，就算背水一战，或许有一线生机，但此举定会让大批战士身亡，甚至涉及无辜百姓。这样的战胜，无异于战败。大哥，是我俩把你拉进了泥潭。咱三兄弟说这些干嘛？不过呢，我眼下最担心的是城外的30万大军驻守，还有身后神保100万大军箭在弦上。如此举足备战的状态，就算他们拿下帕邑，也绝不会收手。没错，看他们现在的局势，是想破开帕邑这个缺口，然后拿下整个元州，直奔帝都。这神皇野心够大的。这个神皇老头，实在是太狂妄了。不过，我若有不战，就让其退兵的办法呢？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和谈？唯有和谈，才能减少家族损失，保全战士们的性命。但且不说帝都方面同不同意我们这么做，眼下也不是和谈的最好时机。按照现在敌我兵力的悬殊，好像和谈和投降也没什么区别。那是因为我们手上筹码太少了，除非
帝林的军粮已经运入帕邑城内，属下曾想不顾一切强攻帕邑，但是没想到帝林还留了后招，一时止水，引火烧营，臣损兵折将，罪无可恕，还请神皇降罪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打过败仗，但是我与你不同，我从来都不会认错，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，我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正确的。如果换成我，今日的进退也会同你一般。臣不敢与神皇相提并论，还请神皇赐死罪。留着你的命，与子川三兄弟搏杀吧。刚才你说的那番话，我倒想起一件怪事。昨天晚上我去北族军营刺探军情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军营帐篷上挂的旗子是黑色的，那都是用来祭奠北族皇亲国戚的这些人的标志。这卡兰和卡顿活着还好好的，难道这个祭奠是因为卡丹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认为卡丹死在了帝都？上次卡丹在帝都遭遇的那次暗杀，本就是北族所为，不过那次计划失败了。但是他们还是把卡丹已死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之后戈大人多次派人去北族，试图解释这个误会。看来这个消息并没有传到塞戎神皇那里。之前我来远州，就是因为神皇认为卡丹已死，所以动怒发兵。都说神皇对卡丹关爱有加，看来此事不假。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。塞戎神皇知道卡丹还活着，但他仍然需要这个借口，否则的话，他为何没有派人去帝都验证卡丹的生死？大哥，和谈的风险太大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而且这一次我会亲自去面见神皇。亲自面见塞戎神皇？一个人？大哥，这是在赌啊！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放心吧，我会先跟卡丹要一封他的亲笔书信，否则去了也空口无凭。只要神皇在乎卡丹的生死，有了这封信，他一定会面见我。可即使我们把卡丹放回去，他也不会停战的，对不对？卡丹的哥哥一直想置他于死地，所以他定会从中作梗。现在的局面来看，只能这么做。而且我们手上的牌越多越好，卡丹只会是最重要的那一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量掌握谈判的步骤，做最少的退让。时候也不早了，看看你二哥去吧。二哥，我刚才从帕邑城那个酒馆抠到一瓶好酒，那个老板呀太抠了，用了我半袋粮食才换过来的。要不，咱们仨找个地方把它给喝了吧？哎，
我们三兄弟好久没喝了，就目前的战局来看，战非止战之法，和谈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但你是我兄弟，如果你想跟神皇大军背水一战，凭我们3个人，也未必会输。二哥，我也不怕死，我听你的。会成为淄川罪人的，帮我照顾好卡丹。大哥，二哥，我好想家呀。大哥，你且去，帕邑交给我们。都瞎了眼吗？敢拦枢律司帝林大人！罗明海，你消息够灵通的，我这刚回帝都你就来了。帝林，你本该驻守瓦云，为何此刻出现在帝都？我有要事，要见军长大人。什么事？军事机密，无可奉告。我是领兵司总统领，一切军务必须先向领兵司汇报。我看你不只是玩忽职守，你还无视淄川军纪。罗明海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快给我让开！军长有令，宣枢律司枢律长帝林即刻入军长府面见军长。让他们走。撤。多谢李卿大人为我解围。不敢当，传达命令，职责所在。我这刚回帝都，军长大人就知道了。大人，您刚回来，罗明海不也知道了吗？你好像很喜欢这束花，它叫什么？叫忘我。来了帝都才知道，原来还有这种花，以前在北族的时候从未见过，想必是只有淄川的水土才能够养活。忘我。明殿下，帝林大人求见。帝林大人来了，他不是在远州吗？他说，他是来找卡丹公主的。
所以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你还活着的消息，赛戎神皇一直未能得知，所以还请您手书一封家书，以正安好。我明白了，我这边写，随后交与大人。有劳公主。宁殿下，属下还有事儿，先行告辞。他们还好吗？他们都挺好的，他们如今皆在帕邑，此城易守难攻，而且城内亦有足够粮草，殿下安心。告辞。李成，你一天没吃了。大哥走了10天了吧？有了，他不眠不休，以最快的速度。我估计现在应该到帝都了。若是再不眠不休，10日内便可回来。那咱的粮食得能撑够10天。唉，北族这一波进攻撤退了，但我估计下一波进攻很快就会来了。我们得尽快换防了。这5天内，他们攻城10次，看来是要打消耗战。北族大量屯兵，消耗也很大。兵力旺盛这个优势，现在已成累赘了。估计他们应该心急了。接下来的攻势肯定会越来越猛的。继续吧，二哥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歇会儿吧，我先替你。都说帝林待妻子极好，天天为其梳头。今日见此手艺，坊间的传闻看来是真的。大人，我以为您在休息，没打扰您。我本就在等你啊。大人日夜操劳，辛苦了。我之前离开帝都之时，尚未见到如此多的白发。一座城池，一束白发。我爱的，年纪大了，本该如此。要是满头青发，哈哈，那就变成妖怪了。好，不说头发事儿了，来，我想听听帕邑的情况如何？如今帕邑9死1伤，帕邑
可有粮？臣带去的粮草最多维持10日。太医可有兵？地术军和袖子营损失过半。北族兵力如何？目前神皇已亲自阵前督战，雄师100万，势不可挡。大人，北族阵列威武而庞大，绵延百里，巍峨恐怖。帝林曾自比阎罗，但如今站在帕邑城头，看到北族来势汹汹，我只会感到绝望。如是说来，非但帕邑九死一生，淄川也是如此。方进的黑旗军、明辉的靖边军、司义林的地术军，如今都已遭受重创，淄川根基已损。未来10年，战争不断，无节制征兵，耕地也渐被蚕食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淄川浩劫。随臣此番回来，恳请大人允许属下与北族和谈。北族与我实力悬殊，他们完全可以以碾压式的指导帝都，有何理由选择和谈？所以恳请大人答应属下2个条件。请讲。第一，归还卡丹。此次与北族近距离交战，我们才得知神皇认为卡丹已死，一是因为杨明华从中作梗，二是因为卡顿王子掩盖消息。神皇爱女心切，如果我们归还卡丹，公主再从中斡旋，和谈便有希望。对，这样说来，与和谈合情合理。这齐儿，请大人放弃远州23邢台管辖权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帝令，你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吗？帝令明白。远州自先祖时期便归属淄川，远州如同淄川的臂膀，断臂之痛，痛若失魂。远州如同淄川的皮肉，失去皮肉，骨难自持。如果我们放弃远州，大人便是丧权之军长，帝林便是辱国之臣子，为圣灵殿先祖不耻，为天下百姓之鄙夷，骂名千古，遗臭万年。那你还要割让远州吗？请允许属下累诉3折。来，第一，如今西川大陆的乱局，唯有武力和部队才是唯一的关键。只要我们有军队，我们失去的通通都可以拿回来。而地术军是如今淄川唯一的一支精锐部队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它。其二，这些年淄川家经历了太多灾难，北族入侵，
赤水滩、月亮湾失守接踵而至，我们已经损失了上百万的部队，伤痕累累，鲜血淋漓。如今北族又势如猛虎，与之搏斗之间，还有刘封家虎视眈眈。如果开战，我们没有胜算。3年，此川必亡。到时候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家族先烈？请说下去。这第3，家族需要休养生息，需要让母亲重新孕育孩子，需要让国库粮草继续充足。大人，10年，只需要10年，我们就可以重新拥有200万军队。司义林、阿秀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失去的一切统统帮你拿回来。10年，不知我还能活到吗？时间和忍耐是我们唯一的武器。这10年，我们可以内强国政，外息战士，卧薪尝胆。淄川很快就会强大起来。而且大人春秋鼎盛，又何必如此担心？更何况